这个日冕3.18版本的一个游戏实况。那么我们先从这边的这个制作组给的一个动态，让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有哪些更新。然后为了让这个听得更清楚，所以还是用本音。好吧，那么我们就直接从这个优化还有调整开始看起。叫调整了各阵营船坞的占地面积，不啦不啦不啦。这个其实主要是为防止 AI 出现那种奇奇怪怪的 bug， 所以才做的调整。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AI 它这个会把船厂对着自己的那个陆地，结果就导致把船卡住。所以如果让你这个放船的一个位置就是往前延伸一点的话，那有效的防止 AI 卡船。然后所有技能指示圈更换为多层动态圈，这个其实这个功能以前就有，但是是最近加入日冕里面的。晚上好，然后增加一个用于 AI 判断电力系统，优化 AI 造电厂的思维，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AI 它真的造好多电站啊，它真的会喜欢造电站，就是造很多电站以前的 AI， 然后后面调整 AI 策略使得更为合理，调整 AI 策略括号让 AI 更难。然后下面一条对圣阳帝国的 logo 进行了大幅的和谐处理，这个是就是方便大家在投稿什么的，就是为了防止帝国出现就是帝国的那个图标导致不能过审，所以说对它进行了个优化。然后第6点，指格力上可以导入冲刺阶段的樱花，以前的话樱花好像是可以冲进去的，打掉里面的单位，所以修改了一下，逐步改掉 RS3 原版的黑素描述。确实 EA 是什么，明面上黑素，暗地里有的时候啊都黑，都多多少少都有点黑的地方。然后呢，第8点啊，这个是麒麟的修改，这个也是之前当那个随路2出现的时候，就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对麒麟的一个削弱，其实不然，是对麒麟的一个大增强。大家可以看到啊，增加了一个没有伤害且是人造真的武器，然后移群攻击的时候开 F 的麒麟可以自然的成为前排，这个是真的非常优化你的操作。具体的话到下面我们来讲，新增内容，这3个就是3个苏联战役载具的一些随机箱子，这是你的箱子能开出更多的东西了。苏伊士运河是应该是普通的混战地图，应该不是那个任务地图，是这个大苹果，是复刻红警2的那一张。然后第6点啊，神州矿车展开后可以升级为建造枢纽，将开启新的建筑序列。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呼声非常大嘛，都说想要神州的第3序列、第2序列。所以说呢，这张矿车啊可以升级一下，提供新的建造序列。这对于混战啊，主要是混战，像一些非常大的混战图，可以有效的让神州进行扩张。说实话，虽然说有点贵，但是你打混战的话，那种超大的地图，2500还是3500的一个升级，说实话影响很大吗？也不是特别的大，对吧？毕竟大图混战，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矿，经济说实话，也不会拉开来太大差距。平衡调整啊，降低坦克以及小型载机的运动机制，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原来的坦克就是有些坦克就是转向实在太慢了，不太适合操作。这个的话，其实还是原版的手感比较好一点。也是日冕考虑到了这个现实的一些因素嘛，所以说给大船还有大车增加了一些，就是让你更难转向，让它看起来更加合理。不过要考虑到操作的话，其实还是要调整它这个机制比较好一点，然后降低矿车收益啊，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从每车300降低为每车275，只降了25点，只降了25点的这一个收益。因为矿车是10秒钟才一次300，每10秒减少25点收益。我跟你们说，油井它是一个3秒，然后加15的一个经济，所以说10秒的话就差不多是一个45到50，也就是说，这个每10秒降低25点，你的一个经济收益差不多等于半个油井。虽然说你只有2矿3矿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太大影响，但是你的矿一旦开多，这个影响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你到后面你会发现，你的这些鬼王叉，还有什么金甲，4000、5000的一个造价啊，让你这个矿的降低收益造成的影响就会非常明显。
其实这个反而是一个全局上整体上会影响我们日美玩家一个未来战术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是下面的平衡调整神州更新麒麟破阵战车的偏转原理，修正此前一系列不正确的表现效果。现在麒麟只会偏转实体弹道啊，这个说白了就是以前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比如说什么，总之就是这个偏转更加合理了一点吧。好像是 V4 的话现在不能被麒麟的 F 弹开，然后那个世纪的空投轰炸也不能被麒麟的 F 弹开，就是原来这个麒麟 F 有点太过于全能了，你知道吗？就是太过于全能了，有 bug 吧？有 bug 的话呢，还是要反馈给制作组，然后维修 bug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原来的这个麒麟，说实话，偏转实体弹很合理，但是有的偏转就使得这个麒麟有点太 bug 了，所以说对它这个偏转机制进行了一个调整。具体的话，这个麒麟改的比较多，我们可以在一会儿的实战中慢慢的给大家介绍。然后下调凌波护卫战车的单发伤害，取消武器散补，这个是对凌波的一个削弱。就是你们如果有用凌波的话，会发现其实凌波它的这个机炮攻击是带一些小范围的 AOE 的。那个武器散布的话，说实话，如果你部队离得太近，是会被打得很明显。就比如说你2-3个帽子靠得太近了，然后你用凌波去打其中一个，有的时候打死一个能把其他2个通过 AOE 的方式也解决掉。凌波说实话出的不多，所以说这个虽然是对凌波的一个削弱，但是对神州的整体运营，一个战术选择不会有太大影响。然后这个白虎的炮弹落点将在瞄准时的时候不再显示，炮弹出膛时才显示落点。这样的话就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让，就是在炮车对轰的过程中啊，不会因为被计算到、被看到了这个落点，然后导致对面的炮车跑了，你射的地方完全没有打中敌人的炮车，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这个的话可以联系后面还有一个那个 3.17 和 3.16 的升级。我们来看这边，白虎，我记得还有关于白虎的一个修改，在哪里呢？让我找一找。我记得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个修改，就是白虎的那个子弹出速度会变得更快。我现在没看到了。这个下调白虎的攻击视力，然后白虎的它的那个攻速，就是子弹的一个移动速度也会变快一点点，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然后继续往下看吧。这个朱雀啊降价，这个也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提议啊，这个是就是当时一峰说想要让 T2 出场率更高，然后我就考虑，然后我提议就是把朱雀的这个价格可以下降一点，然后接到时间可以下调一下。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这么提议的，因为说实话，当你 T2 的陆军对抗 T3 陆军的话，是的确存在一个科技上的差距的。但是呢，空军不一样，红警的里面这个空军啊，它往往是一个起着一个牵制、骚扰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当你 T2 打不过对面 T3 的时候，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空军，或者说你一开始就是一个基地以防御为主，然后通过出空军来骚扰对方，来拖延一下对方的一个运营流程或者什么样的。总之就是把朱雀的把朱雀的价格下调一点，见到时间下调一点，可以有效的让神州的 T2 有更多的一个战术可能性，然后 B 方上调至150。那说实话，这个一般来说啊，你如果是找矿的话，你带一个 B 方可能就差不多了。主力的话还是朱雀，因为 B 方它毕竟这个伤害主要是烧步兵的，然后你要打载具什么的，还是得靠朱雀。瞄准控制瞄点，那个的话主要是因为怎么说那样就是现在这个阳光操作方式起来就是可能看起来比较炫酷嘛。然后就是朱雀跟 B 方的一个组合，见到时间的一个下降，可以让喜欢进行空军扰矿的神州玩家啊，在前期这个使用空军的时候限制更少。
然后龙岩铁卫的建造时间下调啊，这个也是我当时提了一下建议，就是龙岩的白值确实等价的龙岩是打不过其他几家的步兵的。龙岩是非常需要一个操作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操作的一个单位，一定要跟少机配合起来才好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玩家都是能什么少机4连定的啊之类的，对吧？所以说考虑到这个情况下，把龙岩的建造时间下调一下，然后价格稍稍调一点点，也不能调太多。你如果调成200的话，那你跟维和跟 PK 就只差那么50块钱。但你的攻击，但你的这个数值能力确确实实是比他高很多，所以也不合理，所以就慢慢一点点来嘛，先调25再说。然后铁卫啊，建造时间从10秒下调至8秒。铁卫主要是500块钱，但它的建造时间原来要10秒，就显得有一点就是产能太低了，就是往往是你2矿爆铁卫，甚至还可以余钱。所以说呢，铁卫的建造时间也下调了一下。然后装备升格的升级到了正打攻防，取消了装备升格对乌篷猎船升级效果，这个其实无所谓，后面这个无所谓，因为声纳系统说实话还是主要靠连登，猎船乌篷猎船它这个血量实在是太低了，连登其实我目测的话应该血量比渔船要多个1到2倍，我感觉。冷却时间似乎也调整了一下。就是你会发现啊，阿库拉的超级鱼雷是打不死连登的，发生了没有？你们可以去试一试，阿库拉的超级鱼雷是打不死连登的，你要连登维持在一个红血的水平，你就知道这个连登血量到底有多厚了。所以说装备升格对乌篷猎船说实话没什么太大影响。然后装备升格移到正打攻防，不移动到高科里面就可以防止你浪费高科的一个升级时间嘛。这个啊，你看，这属于是那个大家都说白虎比较弱嘛，你看第2点跟第8点加在一起，这都也体现出来了啊，这都组非常注重大家的一个反馈啊，就加强了一下白虎。连登真的好硬啊，真的好硬。然后瑶光可以穿透多个目标，穿透伤害下降，对大型目标会造成多次伤害。穿透伤害下降，你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啊。就很多玩家都觉得伤害下降了，这个就是史诗级大削弱，但其实不然，你要看旁边几个条件，可以穿透多个目标，对大型目标会造成多次穿透伤害。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随路3？随路3里面，我记得有个演示就是竖着，就是你直面瑶光的时候，瑶光的伤害甚至可以穿死一个基洛夫。你想想看，那个如果全额伤害打到你身上，那多么恐怖！打龙船都只要打2炮3炮就打没了，如果你的位置够好的话。所以说瑶光这个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属于是一个操作压力肯定会有的，但是高伤害高操作也是高收益嘛，对吧？高收益。所以说瑶光出可以出，但我还是建议你们不要出太多，一个是耗电，另外一个是你可能操作不过来，真的穿透伤害很恐怖的。然后盟军苏联帝国我们暂时就先不看啊，我们就先专注着把神兽这边给讲一下，然后一些 bug 修复，这些 bug 修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非常直观的理解的。然后 3.17 它这个是 3.6 往 3.17 的一个升级迭代，但是最上面的一个版本更新是 3.18， 然后我们继续看 3.17 吧3.17啊，这是无限岛，提供2种无限岛地图用于测试，中型烟花特效、大型烟花特效。哦，这个好像在之前的那个什么杂谈里面看到过，系统优化，语音播放速度应该是调快一点。也原来的激光轰炸机念诗的速度确实是语速正常，但对于一个作战单位来说有点太慢了，然后调整了。光能坦克模型就是现在光能坦克比以前牛逼了很多，真的。你们想要玩光能的话，可以爆光能，光能真的牛逼了很多。建造中的生产建筑，神州生产建筑没法设置节点，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修改。建造中设不设置节点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吗？如果不能设置的话，我觉得反而还会让大家的操作更加不方便。优化反导系统，优化混沌水域。啊，就是一个反导系统方案，还有一个是这个一张地图。
调整 AI 策略，大家可以看到是3.6到3.18，大家一直这个制作组一直都在调整这个 AI 的一个策略。哎呀，这个网怎么又断了呢？稍等一下，重新推流一下，无法连线到服务器。等一下，稍等一下，发生了一点点小意外。重新推流，可能需要花费20秒、10几20秒的一个时间。没关系，等这边连接上了，我们再继续啊。刚刚网络又稍微断了一小下，不好意思。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看得见了吗？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然后继续吧，现在应该都能看得见了。我们继续来看。平衡调整，下调高级防御塔的一个抗性啊 ，Cannon、Rocket、Flag、Conclusive， 总之就是让高级塔更脆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高级塔有点太牛逼了，说实话。而且如果玩家都是要速 T3 的话，那么比如说盟军，你造了竞技中心之后，插个光伏塔。那么就能非常有效的阻挡对面 T2 的一个进攻。像苏联的话，也是在 T2 阶段就可以造磁暴线圈，你补了个线圈，那对面也很难打你。就这个线圈的收益啊，光能塔的收益很高，所以说下调一下也是非常合理的。啊，神州跟帝国T3之后才有高级塔。然后接着看神州的这个，鱼雷伤害下调至75%，受到鱼雷伤害下调至75%。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啊，大家原来都是说什么啊，季盟。被阿库拉贴身，被剃刀贴身，开个 F 就洪水了。为了防止发生就是这种啊被一个 F 给打崩的情况下，所以说下调一下这个受到的高爆伤害。也就是说，当你在跟剃刀在跟阿库拉打的时候，季盟会看起来更硬一点。然后这个修改天罡的护甲类型，提高了对高爆、光谱及狙击的伤害抗性。这分别什么意思？高爆的话，一般都是像波能、像 V4那种，属于高爆伤害。光谱呢，非常明显啊，就是光伏塔，还有这个光能坦克。狙击伤害，什么？就比如说间谍 F1，还有娜塔莎，还有这个蓝影刺，狙击伤害。毒不用调整的，你这个步兵被毒死了，那非常合理的。而且说实话，你看不见毒，那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不能说怪天罡太脆了吧？这个投毒的话，还是要自己多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投毒是什么？大家众生平等，只要是不平就会被毒死。然后确实就是冲着娜塔莎来的，为什么呢？2000的娜塔莎，一枪一个1200的天罡，说实话，有一点那么，而且天罡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除非你真的有很多的。天罡，而且你有万夫长天罡，你没万夫长天罡，你天罡追不上娜塔莎，有什么用？然后修改铁卫的护甲类型，提高对光谱狙击的伤害，也是这样。因为铁卫怎么说，500块钱吧，你像帽子300，铁饼350，导弹超人300，那铁卫还是有点贵，所以说提高一下抗性也是合理的。然后削弱祝融的主烧伤害，下调碾压等级。前面这一点啊。削弱祝融的灼烧伤害，这个是我提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呢？就是我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就灼烧伤害，首先对于建筑、对于载具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比如说，你祝融是个什么？你祝融的定位本来就是反载具跟反建筑，对吧？你要这么高的灼烧伤害，你打步兵，你烧步兵干嘛？你是一个反载具、反建筑的单位，你就好好的履行你的一个职责嘛。你反步兵什么的就交给天罡不好吗？所以说不能让一个单位就是过于全能，所以削一点灼烧伤害。然后后面这个下调碾压等级可以被天骑坦克拖动，这个其实是一个优化，这个其实反而是一个加强。什么坏事做尽，这很合理的好吗？你不可能说让一个单位什么地方都那么强，你打步兵也厉害，你打坦克也厉害，那我就以后就只报祝融了吗？然后。为什么说下调碾压等级是件好事呢？啊，可以被天骑拖动。这么说，
如果你的麒麟不能够被拖动的话， V4 就可以在天齐吸你祝融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它可以精准制导到你祝融身上，你明白吗？2个 V4 一轮能把祝融打红血，3个 V4 一轮就能秒祝融，所以你一旦被天齐给吸住了，天齐其实吸你。扣你的血不是目的，主要的目的是把你给定住，这才是一个天齐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一旦你的祝融被定住了之后，那你就只能被 V4 就只能吃满 V4 的伤害了呀，会被定住的呀。天齐就是人称大蜘蛛，就是你们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苏联到了 T4 阶段还是会出一些天齐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天齐后面会跟娜塔莎或者跟一些 V4 呢？就是把天齐当大蜘蛛用啊，就比如说天齐吸了你的金甲，有一说一，蜘蛛的话，定金甲是好像是每隔3秒会有1秒是无法被定住的一个状况，而且金甲可以开 F， 不让你被定。就天齐你把金甲或者是把祝融给吸住，然后 V4 在后面输出，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就对于你的在职来说，让 V4 跟娜塔莎疯狂输出你的单位，而你站着你不能动，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联盟太弱嘛，主要是速度慢了，所以说你们会发现一件事啊，就是那个苏联最近的调整都是什么？增加移动速度的。犀牛天齐联盟从 T2 到 T4， 把你速度都上调5格，虽然5格你们觉得会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但其实你部队出多了，你就会有明显的一个感觉了。你部队多出点，你就有感觉了。然后继续看啊，只隔离场时的延长啊，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后面是修了 bug， 前面是一个可以加强一下这个小技能。然后看看后面。平衡调整，这个是 3.16 的，将神州生产建筑升级选项移至 T3， 取消了未升级生产建筑生产减速。这个说白了什么，也跟我之前就是说的，制作组想让玩家们多出一些 T2， 就是不要老是想着速 T3， 不要老是想着速 T3， 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把你的生产建筑 debuff 给取消掉了，让你们 T2 的时候，那你们不是喜欢想要坦克造快一点吗？因为点了那个正打升级，然后没点正打升级只有生产建筑 debuff， 你们就不愿意出麒麟，对吧？那没事，我们就把这个减速 debuff 给移除掉。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不用再点那个正打升级啊，你们只想要爆麒麟就一直爆嘛，不给你那个建筑减速的 debuff。然后调整寻光天巡炮，这2个都是对玄冥的一个都是对瑶光的一个加强。原来的瑶光主要是操作起来太麻烦了，而且那个载弹量有点一言难尽，所以说出场满充的状态还是挺合理的。调低框量，前面制作组说了嘛，为了减少你总是想着速 T3 的一个可能，增加建设伤害和增加攻击建设范围和建设伤害，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能让你的一个操作收益更大。因为你像以前那个寻光说白了就是什么，一个定点的雅典娜，你把它想象成一个雅典娜就行了，跟一个雅典娜或者一个 V4， 或者是一个白虎，那么再增加一点建设范围和建设伤害，就可以有效的提高你的一个操作收益。调整玄武潜艇的一个技能啊，然后关于玄武这个，我也可以给你们讲一下玄武的一个历史啊，就是在最早玄武的技能刚改的时候，也就是刚有核弹这个技能的时候，出场它是技能直接就绪的。然后当时一峰说啊，那个你们测试一下啊，玄武已经改好了，你们测试一下。然后我忘了我是跟哪个盟军玩家在无限岛上打了一番，就是打到后期了嘛，神州我一直往下点，协议都已经点到8门金锁，然后在打的时候，在决战的时候，我放了一个8门金锁，把对面盟军的单位全部都给几乎都是定在那一块了，然后玄武放一个核弹，2个玄武核弹直接把盟军的陆军全部都清掉了。后来一峰说不行，我操，
开场之后满就绪，就直接让你放核弹，有点太变态了。所以说后来把核弹的一个时间改成了必须要5分钟之后才能释放，而且伤害也学一下。其实现在是相当于是又把这个设定恢复到了以前，但还是有一些小差别。差别就是以前的核弹玄武建设伤害还要高一点，现在的这个核弹玄武就是说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嘛，所以说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他一个5分钟的 CD 嘛，对不对？你就没有必要给他个那么长的 CD， 要5分钟才能用，5分钟才能用还不说，他伤害又没那么高，所以说嘛，现在就开局直接送给你了这个技能。哦，对了。早期最开始的核弹玄武也是不要钱的，就是开场就是跟这个一样，直接技能收取，而且不用花钱。那问题是以前的核弹玄武它伤害确实太高了，所以说调整一下是合理的，但没有必要砍那么惨，就砍得太惨了，导致现在玩家就是对核弹玄武这个技能一言难尽，所以说又把它改回来了一点点。然后麒麟破阵战车开启偏转之后不再减速，但同时也无法开火，这个就是之前说的麒麟调整嘛，因为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允许磁弩防空系统在水上切换形态，说实话没什么用，因为你会发现所有能反击能在海上有反击能力的海军基本上都是不怕磁弩的，但是除了一个单位是什么？天狗。天狗打不过海上一切有还手能力的单位，海豚好像可以站撸打赢吧，但是多了也不行，就你有2个有3个天狗，你就打不过3个海豚了，因为海豚伤害是带 AOE 的 ，ACV 也应该打不过磁弩的，磁弩应该打不过 ACV 的，磁弩它主要是防止你天狗绕海况，你知道吗？就是以前神州往往是开了海3之后。没有办法防，你不出船厂，你不出炮台，你就很难防那个海3。所以说这个时候让你磁弩开服能在海上，能到海上对地攻击，那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防止一下天狗绕矿。说实话，磁弩绕水矿不合理，就是不是不合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实际去操作，因为你会发现磁弩的一个攻击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有的时候你想打矿车开个 F 或者是什么，矿车直接把矿车拉出来，就绕着这个矿场给你转圈子，你有什么办法？所以说这个主要是用于防绕矿的，而不是让你去绕矿，而且就只针对你天狗。明白了吗？因为磁弩开 F 的情况下也是打不过其他单位的，这个主要是来防天狗绕矿的。对的。上调雷柱天兵伤害，雷柱天兵它主要是一个辅助性的协议，但你要拿它来打别人的建筑也不是不可以，所以说上调一点雷柱天兵伤害，进可打敌人啊，退可强化自己，差不多了吧。然后 bug 什么的大家看一看，也差不多就知道。总之神州一个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操，我讲了多久？那么差不多可以开始实战了。